雷之仙界内招惹麻子的唐家，其实力究竟有多强？为何说唐延风最终之所以会挂在亡灵手中，却跟自家那糊涂蛋老祖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呢？在最新剧情中，咱麻子哥也是相继斩杀唐家的2位阴虚修士。至于同为阳石境界的唐延风之所以没有与亡灵动手，反倒是有些套近乎的询问咱麻子哥的名讳。如果你仅是单纯的认为他是想跟亡灵化敌为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其一是目前的他若是与麻子开战，不仅没有半点胜算，甚至还会殒命于此。因为亡灵先前瞬间秒杀2位阴虚修士的这等手段，他唐延风自认是绝对做不到的。其二便是麻子所爆出的许墓之谜，这让他误以为亡灵是来自东陵星那个魔头进出的许家，对方的实力强横加之来历不明，这才是唐延风不敢与之交手的最主要原因。他打算等日后调查明白亡灵的底细之后，再对其出手也不迟。如果对方真的不是许家之人，而是一介散修的话，那么等出了雷之仙界以后，凭他唐家的实力擒杀一个阳石修士，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之势。而唐家的总体实力又有多强呢？其实这个家族在原著中并未有太过具体的描述，仅是说唐家之中有着4位实力达到第2部的老祖，其中实力最低的乃是一位名叫唐山的亏孽初期巅峰的老者。虽然剩余的3位以及实力最强的那个并未具体描写，也没有出过场，但我们能够通过申公家以及战家推测出1、2。要知道唐家可是与他们2家并称为罗天南域最强的3大家族，而申公家的申公老祖其实力乃是岁孽初期，战家老祖烈云子实力则是境孽后期。想来唐家老祖的实力最次也得是境孽后期的实力。至于剩下的那2位，咱们姑且便将其归为溃孽后期巅峰以及境孽初期的实力吧。以这样的阵容，想要擒杀麻子自是手到擒来之事。可雷之仙界内的规定是不容许实力超过溃孽之人进入的。后来伴随着雷之仙界的副本结束，刚从里面出来的麻子便遭到姚家之人与整个罗天星域大部分修士的追杀。麻子通过望月之怒一举坑杀罗天数10万修士，并以吸收所擒的数位亏孽修士体内的元力，一举突破至亏孽初期。后来亡灵奉清水师兄之命前去参加雷仙殿所举办的封仙仪式，而大规模的海选则是在罗天4域内分别举行，只有实力排名较高之人才能进入最终的决赛圈。咱麻子哥自然是选择在他比较熟悉的罗天南域晋级，并且若能够获得这最终的第1名，便可让整个罗天星域所有家族尽可能的完成对方一个要求。而咱麻子哥自然是想以此好让东陵星的象家老祖施展七夕之术，从而让自己的婉儿有着重新复活的机会。因此不管是这分区第1还是最终的第1，咱麻子哥定然会全力以赴跟势在必得的。因此在刚一进入赛场的那一刹，亡灵便是火力全开，他仅是以外散的恐怖战役，便令得包括申公虎以及战空烈等参赛之人勉强站稳脚跟。但这时不长眼的唐延风却是冒了出来，调查明白麻子乃是一介散修，并无家族实力后的他，第一个便欲要对付亡灵。在唐延风看来，自己即便打不赢对方，想必也不会输得太过难看。再者，如今在自家地盘上，他许木也定然不敢拿自己怎样的。然而令唐延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亡灵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晋升至亏孽初期，且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竟以一招斩罗诀搭配全力一指，直接将唐延风打成昏迷的半死状态。此时的亡灵虽并未对其下死手，但却留了一招，那便是他将一丝元力暗中留在了对方体内，只要对方家族刁难于他，那么他不介意会让唐家丧失这么一位天之骄子。可咱讲话了，亡灵本来就跟唐家有着不小的间隙，如今又将对方的少族长当众打成这副熊样，虽然并未有多大的事，但日后定然也会实力大跌的。为了出一口恶气，因此此行跟随唐延风一起前来的那位实力达到亏孽初期巅峰的唐山，便以麻子出手太过狠辣跟没有家族势力为由，欲要让主持此赛的雷仙殿之人剥夺麻子的参赛资格。然而当初亡灵曾在雷之仙界内所救出的很多人，包括申公虎以及战空烈等数十个家族，为了感激当初麻子的救命之恩，皆是纷纷站出来举荐亡灵，且表示咱麻子哥是有那个资格的。此等情形之下，雷仙殿之人也只能默许赛事的正常运行。唐家那位老祖见状也只能干瞪眼生闷气的，欲要带着昏迷的唐延风返回唐家。然而正是他临走之前那充满杀气的扫了亡灵一眼，看着模样显然是在说以后会有你小子好受的。这让的咱麻子哥意识到唐家定然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于是亡灵便果断的引爆了唐延风体内的那道元力，唐山连来得及挽救时间都没有的，便被炸的肉体与元神尽数消散。就这样，原本是罗天南域3杰之一的唐延风，便就在睡梦当中稀里糊涂的领了盒饭。而由于此时正是大比期间，即便唐山也曾欲要出手对付过麻子，但却被雷仙殿之人以比赛期间不得私斗为由给明令制止住了。后来麻子在雷仙殿内的最终大比上，有一些曾与麻子为敌的家族欲要联手对付他，结果实力达到岁孽大圆满的清水仙君却直接站了出来，并表示亡灵是他的隔代师弟，若是谁胆敢对其不敬，那就休要怪他清水不讲情面的屠戮对方全族了。在这绝对实力的威慑下，唐家以及所有家族便再也没有一人胆敢找过亡灵的麻烦。只能说唐延风挂的属实是有些憋屈了呀，要不是自家老祖那充满杀意的一眼，自己何至于落得这般英年早逝的凄惨结局啊。